各位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大宇。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索尼的6700可以配的适马的4颗镜头，分别是这支变焦的1850f2.8和这支定焦的1630，以及相机上装了这个56 f1.4这4支镜头。那么这4支镜头，原来我拍肉的用的就是16，我最早买的呢是一支30 1.4，用在6300上拍一些照片，基本上它等效45的这个焦距是非常好用的，而且这个镜头对焦迅速，也非常的锐。我这个镜头是2016年买的，经过7年的使用，现在这个对焦的焦圈已经彻底发白老化掉了手感就不好了。后来我用了这支56 f1.4，我觉得是用在这个索尼的 APS-C 机身上非常好用的一个镜头，它基本等效一个全幅的85这个人像的黄金焦段。所以现在如果买这个6700，如果你想要配2支镜头，我会推荐这支定焦和这支变焦的1850，因为它没有防抖，所以用在没有防抖的机身上就没有那么好用。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出去旅行旅拍的，我觉得这支镜头是完全胜任的这个就是说变焦镜头它宽广的这种实用性，还有一个就是它比定焦镜头可以给你更多的安全感。所以如果我们不是那么特别有安全感，我是很推荐这支变焦的1850的这支镜头，相比我之前用的18105有更大的一个光圈，所以它的这个实际的使用的时候，拍摄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前景深的虚化，而且它有一个非常近的这个对焦距离，我自己具体测好像它在长焦端有个10厘米左右的样子就可以对焦，所以它拍摄小的物件的时候，背景的虚化还真的是不错的。先说这么多，我准备带着这4支镜头和相机出去体验一下。我是可以戴一个薄一点的帽子了。这里有条河，要不我们去河里看看。其实上海大量的这个郊区都是有很多野地的，有很多这种农村的菜园。我们找一个地方去看看，现在有没有一些菜准备要丰收了。因为我也没有模特，也可能找一个什么，一会儿找一个什么雕塑拍一拍。好的，目前我是来到了一片菜地，这样这个菜地我看到有鸟。我现在就进入菜地了，感觉像是一片荒地呢，好像也不是什么太好的菜地。这里拍这个狗尾巴草也没什么好拍的，挺乱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荒地的地方。这个8月底的上海还挺热的，现在就是特别是这种暴露土地的地方，感觉地面辐射热浪还是挺厉害的。那个楼在施工，但是旁边呢又有很多这些农民房，就看起来怎么说呢，城乡结合部的这种景色。我们就在这儿，这里有茄子，我们拍几张。这里不但蚊子多，而且又特别热，所以可能我要先走了，没有办法坚持了。刚才拍了一点视频，就是小蜜蜂的视频，依然是录像抖动方面也控制的不错啊，而且大家看这个蜜蜂啊，哇，这是同一支镜头啊，都是适马的56 1.4那么这段拍摄还是挺有趣的啊。它都是会有这种对焦难的情况，但是感觉呢也还好。就是可以在拍的过程当中调整这个对焦的点，基本我们就是想看这个蜜蜂啊，
啊，这是一种什么蔬菜呢？这是豌豆啊，还是四季豆啊？这东西叫啊，这种缸豆啊，这种豆。这个蜜蜂是在上面搞这个豆啊，授粉啊还是采蜜啊？应该是采蜜吧。这是个野蜂，哇，看这野蜂还蛮大的哈。那索尼明显要更陡一些。实在是太热了，我流了很多汗，不仅热，这里蚊子又感觉特别多，赶快回到我的车上，要不我会中暑的。基本上是去外滩附近的老码头那里拍一个样品。我现在是到了外滩的一个停车场，我拿着这些东西。就来到了这儿。这种船上面都带这个一个小房子，还插一个小红旗。我曾经有个幻想啊，我就幻想把这种船这个船舱装满了土，然后弄平整，然后在上面种地啊，然后就一个人在上面生活啊。我觉得那才是一个飘在水上的世外桃源。唉。小的时候做这种梦，好像觉得很容易，但长大了之后发现，其实这种梦根本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实现。不知道那些生活在船上的人，他们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就如同他们也不知道我过的是怎样的生活。黄浦江就这么一直流，唉。我现在用的是适马的18-50这个变焦镜头，然后光圈呢现在是调到 f4， 就在这固定的录这个陆家嘴北侧的陆家嘴。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前方的这几栋楼啊，其实反正是上面都有名字嘛。最右边这3栋呢，就号称是曾经上海最贵的住宅，是吧？叫汤臣一品。然后中间的黄色的呢是震旦大厦，然后东方明珠前面那个呢是比较老的那个香格里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16铺码头我们也叫老码头就这附近。我也不知道老码头具体指的是哪里，反正我一直就叫这一带叫老码头这里现在是一个游艇的码头，然后我所在的呢这个地方也有这个观景平台就在这儿。好，录的差不多了，我觉得这素材也可以了，就这样吧。刚才一不小心
掉到下水道这个缝里，这个里面，我天哪，这里面还好，这水不是特别脏，那水还在流，我就看着它这样要流走，给够出来了。现在这个有点脏，回家可能要洗一下，然后擦干了再用。所以先这样吧，已经拍完我要拍的素材了。今天就这样带着我的这个飞机，我就回家了。热死我了！好玩，这个夏天玩相机是受不了的。其实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啊，想要做 YouTube， 还是需要有一点难度的。所以如果你要是看到这里，谢谢你给我点个赞，这也是一种鼓励，否则可能我怕我自己也就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变焦镜头？出去旅游玩的时候，真的是你带2颗镜头这个不方便，因为你不是说带着重量重这么简单的，你还需要换是吧？但是出去旅游游玩，经常是走走停停，不太会有太多的时间和机会让你换镜头。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考虑买一个镜头用来旅游用的，我还是推荐这个变焦的1850这颗镜头。我觉得索尼或者富士的用户应该人手1个吧，最起码这个1850全焦段2.8光圈这么轻这么小，我觉得这个镜头卖3000多4000块钱也一点也不贵。所以如果是我的，我可能会买一颗这个镜头。当然前提是如果你的机身有防抖，注意啊，机身一定要有防抖，没防抖的机身不仅是说你视频一点也拍不了，可能你只在广角端能拍一点视频，那其他的就是你没有办法用它再稍微暗一点或者室内拍照都是很容易模糊的。所以我觉得还是用6700以上或者比如6600、6500这种有防抖的机身的人去买这个镜头。那另外像我这种，比如说我用 A74， 用这个 APS-C 模式，不论是拍照还是录像，我都能接受，所以那我就可以买这个镜头。那么还有就很多人说这个镜头有暗角的问题，怎么说？我觉得可能是有机内修正，看起来不是特别明显。这就是第一个推荐，如果你有这个 APS-C 的变焦镜头的话，那么我就推荐你先买变焦镜头。那如果你只想买1颗镜头，并且你可能原来有一个套头，那我就不太推荐你买这个镜头。哪怕你是索尼最差的那颗1650电动变焦镜头，其实你也可以用那颗头搭配一颗30 1.4这个定焦的镜头，我觉得这是个更好的组合。你在拍人啊、拍东西的时候，30这个焦段嘛，等效全幅45，那就是50左右的一个标准焦段。如果有一颗标准镜头，那你看什么都可以拍，是吧？风景你也可以拍，人也可以拍，很多建筑啊也可以拍，只是在室内拍摄的时候略显局促。但是现在这个世界是吧，室内拍摄谁手机上还没有个广角镜头是吧？反正用手机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也就无所谓了。所以它相当于一个全画幅50左右的焦段，这个还是万金油，非常实用的。那我推荐就是你有套头的变焦，只买一支定焦，那么就买30 1.4。如果你有了1850这颗适马的镜头之后，你还想再买一颗定焦，我就不建议你买30了，我也不建议你买16，我就推荐买这个56 1.4。56 1.4这颗真的是穷人的85GM 是吧？就拿来拍拍人或者出去旅游的时候，充当一个中长焦等效接近85的这个焦距，它拍拍人是吧？拍拍中长焦的这些东西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推荐呢就组合，要么呢你就是只买一支定焦就买30，要么呢你买了变焦之后再买定焦就买56，这个推荐。如果让我只能拥有1颗镜头，我会选择变焦镜头，因为变焦包含焦段太多了，我出门反正就都包含了嘛，我就可以使用的方便，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我觉得它这个56的这个虚化基本上跟索尼原厂的那支85 1.8差不多，可能稍微比那个差一点点，锐度上好像也差不多。如果你要选的话，我就是这样推荐了：1850 2.8搭配56 1.4，或者呢是套头搭配30 1.4。当然你有钱可以无视这些，因为这些镜头都不贵，这每个镜头好像都不到2000块钱，只有那颗变焦镜头3、4千块钱。
如果你能原价买到这只适马的变焦1850 f2.8，那我还是推荐买这只的。那如果你原价买不到，那你就别买了，你就去买那6 1.4和30 1.4了。那至于最后的这颗16 1.4嘛，因为它其实一个24毫米的这个焦段，我那个18也差不多了。那如果你一定要用16，我推荐是16适合录什么内肉的那样的，就像我刚才我这里加个镜头，像我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视频，那是适合16。其他的倒都无所谓，我觉得。所以16它就广角，毕竟想要驾驭的人没有那么多。另外一个，现在的相机，包括我这个运动相机、手机上面其实都是有广角镜头的，所以我认为广角是比较容易获得的。反倒是这个长焦的焦段，现在来说还是相机非常厉害，所以我推荐大家就这样购买这种策略，好吧？好，这南浦大桥风景不错，拍张照片给大家看看。现在我过了南浦大桥，马上就要到我要拍照的地方，老码头。到老码头之后，我去拍一些对比的照片，这个视频就算是做完了。反正可能制作的比较粗糙，我其实上 YouTube 呢也不是特别的容易，好吧？谢谢大家，再见。